蓝忘机失踪了。魏无羡靠着他的手表获取定位，配合搜救，然而又过了2天之后，信号也彻底灰了。前线的灾情每天都在新闻上播报，淹了多少城市多少农田，受灾多少群众，损失多少钱，可是始终没有蓝忘机的消息。沉水般的压迫感，仿佛又回到了多年前重庆的那些雨夜。这一次要怎么救蓝湛？魏婴急红了眼，启动了他所有的搜救网。孟瑶和蓝曦臣一有空就来家里陪着魏婴，3个人多年来第一次敞开心扉聊起旧事，魏无羡才真正明白，当年掀翻温室，孟瑶提供了多少价值。这个出身尴尬的女子，一早就搅在金家见不得光的生意里，跟温室往来密切，傀儡一样生活了20多年，在部队遇到了蓝曦臣，日久生情，才凭着一腔孤勇想为蓝家摘掉那道通地卖国的枷锁。是他跟蓝忘机合作，一起潜入温室，随机应变，局中设局，内部瓦解，才能让魏婴的外离攻破那么顺利。怪不得蓝曦臣对他死心塌地，也就不难理解，如今蓝氏枷锁已除，孟瑶想重振金家产业，蓝曦臣自是想要全力支持的。所以羡忘机此去，可能像上一次一样，来不及提前报备你他的计划，只能将计就计。我觉得跟他当下的困局有关，他的失踪应当是有意为之，你别太着急。阿瑶说的对，我们尽全力搜寻，即便暂时找不到，也不要灰心。忘机经过大风浪，没那么容易出事的。魏无羡感谢了大哥大嫂的宽慰，却仍是彻夜难眠。即便是将计就计，蓝湛也是实实在在卷入了洪水的，即便没有生命危险，活罪也是受够了的。他已过不惑之年，并非当年20啷当岁了，体能不弱，却也不及从前了。原来内有孟瑶和温情相助，外有聂家和自己强力压制，如今却是天灾当前，众人其实都束手无策。蓝曦臣眼看着魏无羡一日日憔悴下去，仿佛盛放过的花朵在逐日枯萎。每次见到他都只是说要去找蓝湛，要去信号消失的地方开始找蓝湛，要把下游所有地方都找个遍，也要找到蓝湛。道理讲了很多次，他去了只会更乱，国家在调集力量全力救灾了，聂家和金家都派了专业搜救队在找了，可是拦住了他的人，却拦不住他整颗飞走的心。偏偏叔父又病了，瞒了多日终究是瞒不住，他猜到了忘机出事，便急火攻心病倒了。魏无羡听说叔父生病，叫了温情就赶回来，看着蓝启仁躺在床上闭着眼睛，他脑子里嗡的一下想起了爷爷走的那个画面，人一下子就崩溃了，瘫坐着，失去了声音，泪如雨下。为什么总是有那种细针扎身的刺痛感？活了这40年，为什么总是得到又失去？是不是自己命太硬了呢？克走了父母，熬走了爷爷奶奶，好容易落在蓝家，这是要折了蓝家人的寿吗？他对自己恨起来，不肯靠近蓝苑和景怡，把自己关在家里，24小时开着电视等新闻，握着手机等电话。温情稳住了蓝启仁的病情，干脆住到了聂怀桑家。聂政委救灾也在前线，苏子俊一个人在家也怪担惊受怕的，有温情在也算有个伴儿。可是温情除了每天1日3餐给魏无羡送饭，回到家里也是没有表情，没有闲话的，冷冰冰的样子，绝对的疏离。阿苑跟景怡突然间长大了许多，2个人乖乖写作业，从不闹人，甚至商量好了要照顾大人。景怡留在爷爷身边哄他高兴，阿苑去照顾爸爸，陪着他。蓝曦臣见2个孩子如此用心，也没拦着。吃晚饭的时候，魏无羡还是不想出来，一直躲在卧室关着门。阿苑收拾了书包，洗了手，才来敲门。爸爸，阿苑写完作业了，肚子饿了，你陪我吃饭吧。说完就在门口安静的等，没有纠缠，也没委屈，沉默却坚定。良久之后，门终于打开，一脸疲惫的魏无羡慢慢走出来，在门口顿了顿，阿苑便牵起他的手，一起去餐桌。温情坐在那里，始终沉默，见人落座，不紧不慢地盛饭布菜，一句多余的话都没有。饭毕，洗碗机轻声工作，温情一言不发给魏无羡搭脉，看他一眼没说什么，回了聂怀桑家。阿苑，爸爸没事，父亲也没事，你不用担心。爸爸，阿苑都懂，你们有你们的安排，我有我的角色，各司其职而已，
爸爸无需烦忧。魏无羡神色复杂地看了看蓝苑，惊疑不定，又五味杂陈。蓝湛啊蓝湛，阿苑越来越像你的亲儿子了，小小年纪竟有看破迷局的慧眼，还能如此不动声色。洪峰基本度过的时候，蓝忘机回到了部队，没有纠结失踪的过程，一回来就重新指挥灾区抢险、人员搜救和安置。等到灾情过去，灾区开始投入重建，蓝忘机圆满完成所有任务，率部回营。庆功宴很低调，在望县家里，魏无羡使用智能家居已经得心应手了，做了一桌子菜，还备了好酒，选了个周五晚上可以喝一喝。哎，老大，这一次的大瓜我可是没吃明白，你们怎么按通款曲搞的这一出啊？我媳妇跟我说，亲眼看着魏哥一天天憔悴下去，生无可恋的，你不会跟上次一样先斩后奏的吧？魏哥你可不能饶他。就是啊，我都被蒙在鼓里，消息明明是我给你的，后面剧情我竟然没跟上。聂怀桑跟孟瑶好奇的要紧，一副求索求知的样子。魏无羡淡淡的看一眼蓝忘机，也没说话，夹了一筷子菜慢慢的嚼。蓝忘机接到这个视线，放下筷子，将人揽进怀里，亲吻了发顶，还要摸一摸手臂，怜爱之心溢于言表，眼睛里藏不住的愧疚。说好了做个戏顺水推舟的，但失踪确实有点久，害得魏婴焦急又不得发作，也连累各位跟着操心了。忘机给诸位赔不是。众人见他以茶代酒赔罪，赶紧举杯迎了迎。原来两个人是借题发挥，红在一起，便预测会需要部队支援。蓝忘机顺着灾情把两个士官推进了救灾大局，立了个实实在在的军功。他们如果是不小心惹的祸，那这一次就将功补过了。如果他们受人指使是故意下的套，那么这一次再立功勋，也看起来更像跟蓝忘机一伙的。蓝忘机脱离指挥中心，借着魏婴的互联网搜寻，发现了诸多隐藏灾情，主动营救后，再回到部队迅速帮助重建家园。这个效率自是比待在后方指挥被动救灾要高出太多。追踪设备用在了灾情搜救，更是用在了刀刃上。这一波操作让竞争者诡计不攻自破，还实实在在攒了民心和军功，职位和军衔不升都难。大哥，叔父可大好了？魏婴带着愧色询问蓝曦臣，语气里满满的担忧。没事了，明日回去看看他吧，他也不会真生气。这段时间辛苦大哥和嫂子了。蓝湛捏捏魏婴的手臂，示意他举杯，两个人一起敬兄嫂。孟瑶红着脸举杯，含羞看了看蓝曦臣，这是第一次被蓝忘机叫嫂子。放下杯子，蓝忘机又问，大哥手续办完了，你们准备什么时候办喜事？打算移居北京去吗？蓝曦臣和孟瑶对视片刻，抿唇一笑，筹谋这么久，就为祝你顺利晋级，如今你军衔比我高了，大哥自然是要落跑了。我跟阿瑶年岁也不小了，已经领证了，我打算去金家给他撑撑腰，稳住了家业，他也好准备培养下一代了。沉默的温情眼睛一亮，一把捞过来手腕就搭上了脉，看着孟瑶直笑。恭喜啊蓝夫人，一步到位，熬出头啦。孟瑶羞红了脸，抬手打他，一桌人都眉开眼笑。真好啊，这么多年过去，终于要成家造人啦。